大家好，我是丽姐，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感谢大家的订阅。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真的是让我感动的不要不要的。这是我接触过的众多跨海婚姻中最令人心暖的一个从湖北孤儿院长大的女孩，遇到了一位疼她入骨的台湾老公，真的是命运的神奇安排啊！小芳今年27岁，是我多年前在一次公益活动中认识的姑娘。她从小被遗弃在湖北一家医院门口，在资源匮乏的福利院长大。因为小时候营养不良，身材比同龄人略显娇小，但面容清秀，眼神中透着坚强和善良。丽姐，我小时候常常睡不着，总是想象着我的亲生父母是什么样子，为什么要把我丢掉？小芳第一次来我办公室时，轻声地告诉我，她的语气平静，但我能感受到她内心深处的伤痛。福利院的条件很差，10几个孩子挤在一个房间，冬天只有一床薄被，饭菜也不丰盛，经常是白菜萝卜度日。但小芳很懂事，从不挑食，还会主动帮忙照顾比她小的孩子。18岁那年，福利院资助她上了职业学校，学习计算机和英语。毕业后，她在一家外贸公司做文员，凭着勤奋和聪明，慢慢稳定了下来。虽然薪水不高，但她很知足，毕竟比起福利院的生活已经好太多了。小芳啊，你年纪也不小了，该考虑个人问题了。我记得第一次见她时，看她孤零零一个人，就动了恻隐之心。丽姐，我这样的背景，谁会要啊？她笑着摇头，而且我也怕碰到不好的人，怕受伤害。确实，在我们大陆，很多人还是很在意对方的家庭背景，没有父母撑腰，又没有房子车子，婚恋市场上确实处于劣势。而且小芳那时的眼神里，总透着一股子警惕和不安，像只受过伤的小鹿。但缘分这东西真的很奇妙，就在我以为小芳可能要单身好一阵子的时候，她居然通过公司的一次台湾商务团接待，认识了她现在的老公阿明。阿明是台湾高雄人，比小芳大5岁，在一家科技公司做工程师，家境殷实。第一次见面，他就被小芳的认真和纯真打动了。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单纯又坚强的女孩。阿明后来告诉我，他给客户倒茶时不小心被烫到了手，却一声不吭继续工作。散会后，我看到他偷偷跑到洗手间冲水，那种倔强让我心疼。那次商务考察结束后，阿明竟然主动找各种理由延长在大陆的停留时间，就为了多见小芳几面。丽姐，他好奇怪啊！小芳那时候困惑地跟我说，明明工作已经谈完了，还总找借口约我出去吃饭，说是想了解大陆的风土人情。我当时就笑了，傻姑娘，人家这是对你有意思啊！小芳那时候简直不敢相信，怎么可能？她条件那么好，家里在台湾也有房有车，还是高学历，怎么会看上我这种没有家庭背景的孤儿？但爱情就是这么神奇。阿明不仅没有嫌弃小芳的出身，反而更加心疼她，想要补偿她过去的苦难。他们的恋爱过程充满了文化碰撞和温馨小插曲。记得有一次，阿明给小芳买了一件价值不菲的外套，小芳硬是不肯收，太贵了。我自己能买得起衣服。在我们大陆女孩眼里，男友送贵重礼物是很正常的，甚至是衡量对方是否真心的标准之一。但小芳却因为从小缺乏安全感，总觉得无功不受禄，怕欠别人的。阿明却说，台湾男生送礼物给女友，不是为了显摆或者制造人情债，纯粹是因为喜欢，想让对方开心。你拒绝我的心意，我才会难过。这种思维方式对小芳来说很新鲜。慢慢的，她开始学着接受阿明的好意，也学着表达自己的情感。他们恋爱1年后，阿明就提出了结婚的请求。当时可把我们都惊到了，太快了吧！我忍不住问他，你们两地分隔，见面时间加起来还不到3个月呢。阿明却很坚定，在台湾，我们相信感情到位了，其他都是小事。我喜欢小芳的善良和坚强，她就是我想要共度一生的人。这和我们大陆的婚姻必须门当户对，没车没房不结婚的观念可太不一样了。小芳更是犹豫不决，阿明，你真的想清楚了吗？我没有家人，没有嫁妆，什么都给不了你。阿明的回答让我至今记忆犹新，你给了我最重要的东西，真心。在台湾，
我们不太在意物质条件的匹配，更看重两个人是否真心相爱，性格是否合得来。我的父母从小就教育我，娶妻娶贤，不是娶家世。最让我感动的是，阿明主动提出要来大陆举办婚礼，就是为了弥补小芳没有家人参加的遗憾。他邀请了福利院的工作人员和小芳从小一起长大的兄弟姐妹们，还有他公司的同事，为小芳举办了一场温馨的婚礼。婚礼上，阿明的誓言简短却有力，我会成为你最坚实的依靠，给你一个温暖的家。从此你再也不是孤儿，你是我的妻子，我们家的一份子。那一刻，在场的每个人都湿了眼眶，包括我这个见多识广的老红娘。婚后，小芳跟着阿明去了台湾高雄定居。刚开始的适应期并不容易，语言、习惯、文化差异都是挑战。丽姐，台湾人说话好温柔啊，我有时候都听不出来他们是在生气还是开心。小芳常常在视频通话中跟我抱怨，而且他们好讲究礼节。我第一次去阿明朋友家做客，居然要带水果和点心，还要包红包给他们刚出生的孩子，规矩好多，但更多的是惊喜和感动。小芳告诉我，她最不适应的是阿明和他家人对她的宠爱。阿明每天下班第一件事就是问我想吃什么，周末全听我的安排。婆婆从来不让我做家务，说我是客人，要好好享受。我有时候觉得自己像在做梦一样，这种被珍视的感觉，对从小缺乏关爱的小芳来说，简直像是饥渴的人终于喝到了甘泉。但同时，她也有不安和自卑。我总担心自己配不上这么好的家庭。小芳曾经在深夜给我发信息，他们对我这么好，我却什么都给不了他们。我告诉他，你给了他们最珍贵的东西，真诚的爱和感激，不是所有的回报都要用物质来衡量的。慢慢的，小芳开始适应台湾的生活，也开始发现台湾和大陆在婚恋观念上的诸多不同。首先是家庭分工，在很多大陆家庭，婚后家务还是主要由女方承担，即使双方都工作，但在阿明家，家务是大家一起分担的。阿明爸爸每天负责买菜做饭，婆婆负责打扫卫生，阿明负责洗碗和倒垃圾。他们说我是新来的，要适应一段时间再加入家务分配。小芳惊讶地告诉我，而且他们不叫做家务，叫管理自己的家，觉得这是每个家庭成员应尽的责任，不分男女。这和我们大陆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观念有很大不同。很多台湾家庭更注重平等和相互尊重，不会因为你是媳妇就理所当然地承担更多家务。其次是经济观念，小芳和阿明的收入有不小的差距，但阿明从不因此轻视她。我们的钱都是分开管理的，小芳说。阿明负责房贷和大件开销，我负责日常生活费和自己的零花钱。他从不过问我的花销，也不会因为自己赚得多就摆架子。在台湾，夫妻之间经济独立，共同分担是很普遍的现象，不像大陆某些家庭，丈夫掌管所有财政大权，妻子连买件衣服都要报备。最让小芳感动的是阿明家人对家庭二字的理解。在台湾，家人之间的关系更加平等和相互尊重。小芳观察到，婆婆从不干涉我和阿明的事，即使有意见，也是私下委婉的提醒，而不是直接指责。这和大陆某些地区婆婆是家中太上皇的现象形成鲜明对比。台湾家庭更注重核心家庭的独立性，长辈会尊重年轻人的决定，但文化差异也带来了一些小摩擦。比如，小芳刚到台湾时，习惯了大陆的直来直往，有什么说什么。但台湾人更含蓄，讲究说话的艺术。有一次，我当着阿明朋友的面说他穿得像个阿伯，结果回家后，阿明告诉我，朋友可能会觉得被冒犯了。小芳无奈地说，在台湾，批评别人要委婉再委婉，尤其是在公开场合，还有饮食习惯的不同。台湾饮食偏清淡，而小芳习惯了重油重辣的湖北菜。我第一次做麻辣香锅给阿明一家吃，他们都被辣得直喝水。小芳笑着回忆，但婆婆还是坚持吃完了一小碗，说要尊重我的口味。后来我才知道，她其实有胃病，辣椒对她来说简直是折磨。这种包容和尊重让小芳深受感动，也让她更加珍惜这个家庭。婚后第2年，阿明升职了，工资翻了1倍。
她第一件事就是带小芳去环岛旅行，补偿她因为工作忙碌而缺失的陪伴。台湾男生很注重生活品质和家庭时光，小芳感叹道。阿明常说，赚钱是为了更好的生活，而不是为了赚更多的钱。这和大陆许多人拼命加班、追求物质的思维很不一样。确实，在物质条件日益丰富的今天，两岸年轻人的价值观也在悄然发生变化。大陆年轻人开始追求精神满足和生活品质，而不仅仅是房子、车子。台湾年轻人也开始更加务实，不再那么小确幸。但有些根深蒂固的文化差异依然存在，比如对生育的看法。结婚第3年，婆婆开始频繁地暗示小芳该生孩子了。阿明的表弟都有2个孩子了呢，隔壁李太太的孙子都会走路了。我做的这个鱼汤对备孕很好。这些话听在小芳耳朵里，渐渐成了压力。在大陆，催生几乎是所有已婚女性必经的噩梦。小芳没想到台湾也一样。当她把这个烦恼告诉阿明时，阿明的反应却出乎她的意料。老婆，这是你的身体，由你决定什么时候要孩子。阿明坚定地说，我支持你的任何决定。如果你现在不想要，我就陪你去跟妈妈解释清楚。事实上，在台湾，年轻人的生育自主权得到了更多尊重。虽然长辈也会催促，但最终决定权在年轻人手中。而大陆的家庭压力往往更大，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观念仍然影响着许多家庭。在阿明的陪同下，小芳鼓起勇气和婆婆进行了一次长谈。妈，我很感谢您的关心，但我和阿明想再等1-2年再生孩子。小芳小心翼翼地表达，我想先适应台湾的生活，学好闽南语，这样将来孩子问我问题时，我才能好好回答。让小芳意外的是，婆婆不仅没有生气，反而一把抱住了她。傻孩子，我不是要给你压力啊。婆婆红着眼眶说，我只是看你在台湾没有亲人，怕你寂寞。如果有了孩子，这个家就更完整了，你也就真正有了血脉相连的亲人，不会再孤单了。原来婆婆是心疼小芳从小失去父母的痛苦，希望通过孩子给她带来完整的家庭感受。这份体贴和善良让小芳感动得泪流满面。妈，有您和爸爸，还有阿明，我已经不孤单了。小芳哽咽着说，您就是我的亲人。婆婆拍拍她的手，我知道了，你们年轻人有自己的规划，妈妈尊重，只是有空多回来吃饭，让我好好疼你，就像疼自己的女儿一样。这种尊重和理解让小芳对台湾的家庭文化有了更深的认识。虽然两岸都重视家庭，但表达方式和处理矛盾的方法有所不同。台湾家庭更注重沟通和妥协，倾向于通过平等对话解决问题，而大陆家庭则更多的依靠传统权威和孝道，年轻人往往需要服从长辈的意见。小芳刚到台湾的前半年，几乎足不出户。一是因为语言不通，虽然都说中文，但台湾的用语、口音和大陆差别很大。二是因为对环境陌生，没有安全感。三是他内心深处仍有自卑，总怕别人用异样的眼光看他这个大陆新娘。丽姐，你知道吗？在台湾，有些人对大陆来的女孩有偏见，觉得我们都是冲着钱和户口来的。小芳曾经在电话里委屈地告诉我，阿明带我去参加他公司聚会，有人直接问我，是不是看上阿明家有钱才嫁过来的？我当场就哭了。这种刻板印象确实存在，就像一些大陆人对台湾女婿的偏见一样，认为台湾男生都是妈宝，没有责任感，不够阳刚。但阿明给了小芳最有力的支持，我老婆不需要靠嫁人改变命运，她自己就很优秀。面对同事的无理提问，阿明站出来维护小芳。他从孤儿院出来，自己打拼，大专毕业，精通英语和电脑。你们谁有这样的毅力和能力？阿明的力挺让小芳备受感动，也给了她面对外界的勇气。从那以后，她决定不再把自己关在家里，而是主动融入台湾社会。首先，她报名参加了闽南语课程。虽然在高雄大部分人都会说普通话，但学会本地方言无疑能拉近与当地人的距离。阿兄，嫩金仔日，鹤虾甲味。大哥，你今天吃饭了吗？小芳用蹩脚的闽南语跟小区的保安打招呼，逗得对方哈哈大笑。这小妹真有趣，闽南语说的像唱歌一样。就这样，小芳靠着自己的努力和真诚，慢慢在社区里有了朋友。婆婆也非常支持她学习本地文化，
经常带他去参加庙会、夜市和各种民俗活动。台湾的传统节日比大陆保留得更完整呢。小芳惊讶地发现，清明不只是扫墓，还有节衣仪式；中秋不只是吃月饼，还要拜月、博干；端午不只是吃粽子，还要立蛋、挂艾草。这些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让小芳对台湾产生了更多的认同感和亲切感。她开始意识到，台湾在某种程度上保留了更多的中华传统文化，而大陆在快速现代化的过程中反而丢失了一些传统习俗。适应了环境后，小芳开始考虑工作问题。在大陆，她做的是外贸文员，但这份工作技术含量不高，在台湾找类似工作并不容易。要不你就在家安心当家庭主妇吧，阿明的工资足够养家了。婆婆心疼地说，何必辛苦自己呢？这种想法在台湾的确很普遍。相比大陆双职工的家庭模式，台湾有更多的家庭支持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分工，认为女性的价值在于照顾好家庭，而不一定要在职场上获得成就。但小芳却不这么想，我不想只做阿明的附属品，我想要自己的事业和价值。阿明完全支持她的想法，老婆，你想做什么就去做吧，我永远支持你。在朋友的介绍下，小芳找到了一份在台湾贸易公司的工作，负责对接大陆客户。她的大陆背景和语言优势反而成了加分项。我终于找到自己的价值了，小芳兴奋地告诉我，我不再只是阿明的太太，而是有自己的社交圈和职业身份。工作中，小芳发现台湾的职场文化和大陆也有很大不同。台湾的工作节奏比大陆慢很多，下班时间一到，同事们立刻收拾东西走人，没有加班文化。小芳说，老板也不会半夜发微信要求员工处理工作，非常尊重个人时间。这和大陆996的加班文化形成鲜明对比。在台湾，人们更注重工作与生活的平衡，认为高效率不等于长时间工作。一开始我还不适应呢，小芳笑着说，看到同事们准时下班，我还以为他们偷懒，后来才发现，台湾人追求的是工作是为了生活，而不是生活是为了工作。有了稳定的工作，小芳的自信心大增。她开始主动参与社区活动，甚至利用自己的大陆背景，在社区大学开设认识大陆文化的讲座，帮助台湾民众了解真实的大陆生活，消除刻板印象。很多台湾人对大陆的印象还停留在20-30年前，认为大陆人都很穷，没有现代化设施。小芳无奈地说，我就给他们看现在大陆的高铁、移动支付、共享单车等，他们都惊讶得合不拢嘴。而当小芳告诉台湾朋友，大陆年轻人也同样对台湾有刻板印象，认为台湾经济落后，生活水平不高时，台湾朋友们也很惊讶。其实台湾的人均 GDP 并不低，社会福利也很完善，医疗保险覆盖率高，人们的生活品质很好。小芳感叹道，只是发展模式和大陆不同，更注重均衡和细水长流，而不是大起大落。通过这些交流，小芳成了两岸文化的桥梁，帮助两边的人们增进了解和友谊。她的努力得到了社区的认可，还被评为杰出新住民，受到了台湾当地媒体的报道。这些成就让阿明非常自豪，他经常在朋友面前夸耀，看我老婆多优秀，不仅漂亮，还这么有才华和爱心。婆婆也彻底转变了对大陆媳妇的看法，经常向亲友炫耀，我家小芳比台湾女孩还懂事，又能干，真是捡到宝了。小芳和阿明的婚姻也在相互尊重和支持中越来越稳固，他们有自己的相处之道，每周至少一次约会之夜，轮流安排活动，每个月做一次婚姻体检，坦诚分享彼此的不满和期待，每年安排一次两人旅行，不带亲友，专心享受二人世界。台湾人很重视小确幸，就是生活中的小幸福。小芳告诉我，阿明教会我如何享受当下，而不是永远为未来焦虑。每天清晨在阳台喝杯咖啡，周末去海边散步，或者简单的窝在沙发上看电视剧，都是幸福。这种生活态度对从小缺乏安全感，总是为生存奔波的小芳来说，是一种全新的体验。她逐渐学会了放松和享受，不再为明天的饭钱焦虑，也不再急着证明自己的价值。丽姐，我以前总觉得不努力就会被这个世界抛弃，必须比别人更拼命才配拥有幸福。小芳感慨道，
但阿明告诉我，幸福不是赚来的，而是感受出来的。我值得被爱，不需要用成就来证明。这种观念上的转变是小芳最大的收获。她不再是那个战战兢兢的孤儿院女孩，而是一个自信、快乐、被爱包围的女人。当然，跨文化婚姻并非只有甜蜜，随着相处时间增长，一些深层次的文化差异也逐渐显现，比如对家庭聚会的态度。在大陆，逢年过节全家团聚是必不可少的，即使再忙也要赶回家。而在台湾，年轻人的独立性更强，不一定每个节日都回家，电话问候也被视为尽孝。我第一次听说阿明春节只回家住一晚就要出去和朋友聚会时，简直不敢相信。小芳说，在大陆，这绝对是大不孝。阿明则觉得小芳太传统，我每周都会回家看父母，平时有什么事也会第一时间赶回去。春节只是众多节日中的一个，没必要一直黏在家里啊。这种观念差异一度造成了两人的争执，最后他们达成了折中的方案。春节初一到初三留在家里陪父母，初四以后可以自由安排。我理解台湾年轻人更独立的处事方式，但也希望阿明尊重我对传统节日的重视。小芳说，婚姻就是相互妥协和理解。另一个文化差异是对面子的看法。在大陆，面子是社交中的重要考量，请客吃饭必须排场大，送礼必须贵重，否则会被认为小气或不懂规矩。但台湾人对面子的执着没那么强，阿明的朋友聚会经常是各自付钱，送礼也很实用，甚至直接送现金红包，不讲究形式感。一开始我真的很不适应。小芳回忆到，阿明朋友结婚，他就包了2000台币的红包，我觉得太少了，在大陆至少得1-2千人民币吧。阿明则解释，台湾人注重实际，不搞虚的，办婚礼就是为了和亲友共享喜悦，不是为了收礼金，红包只是表达心意，多少都行。这种实际的态度渗透在台湾人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台湾的婚礼通常简单实用，不像大陆那样铺张奢华。台湾人买房更注重居住舒适度，而不仅仅是地段和面子。台湾人的社交圈子不重量而重质，几个知心好友胜过几十个泛泛之交。小芳逐渐明白，这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生活智慧，把有限的资源用在刀刃上，享受真正有意义的事物，而不是为了虚荣而消费。在台湾生活久了，我反而觉得大陆的一些社交习惯很奇怪。小芳笑着说，为什么要给不熟的人送昂贵礼物？为什么要在社交媒体上炫耀自己的生活？为什么要用物质条件评判一个人的价值？当然，台湾社会也有其不足之处，例如经济发展速度较慢，年轻人就业压力大，房价高企，难以负担。这些问题也让小芳对大陆的高速发展和机遇充满了一定的向往。每种文化都有其优缺点，没有绝对的好坏之分。小芳总结道，关键是找到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吸收两种文化的精华，在相互尊重和理解的基础上，小芳和阿明的婚姻经历了5年的考验，越来越稳固和甜蜜。去年，他们终于迎来了人生的重大决定，要一个孩子。我们已经做好准备了，小芳开心地告诉我，我想给孩子我从未拥有过的爱和家庭温暖。阿明更是兴奋不已，提前半年就开始研究育儿知识，准备婴儿用品。婆婆听到这个消息，激动得热泪盈眶。我一直知道你们会是最好的父母。婆婆拉着小芳的手说，你经历过失去父母的痛苦，所以会更珍惜亲情。我相信你会成为最温柔坚强的妈妈。这份信任和肯定是对小芳最大的鼓励。她决定要用自己的方式把爱传递下去。丽姐，如果是个女儿，我想让她既有大陆女性的坚韧和务实，也有台湾女性的温柔和独立。如果是个儿子，我希望他既有大陆男人的责任感和进取心，也有台湾男人的体贴和平等意识。小芳憧憬着说，我想让孩子成为连接两岸的桥梁，拥有开阔的视野和包容的心态。去年底，小芳顺利怀孕了。阿明比她还紧张，每天测量她的体温，监督她的饮食，陪她做产检，恨不得把她捧在手心里。婆婆更是发挥了台湾准奶奶的精华，每天给小芳煲各种营养汤，但从不干涉她的决定，尊重她想要自然分娩的选择。在台湾，准妈妈的意愿是最重要的。婆婆说，我们长辈只提供支持和建议，不会强加自己的看法。
这和大陆某些地区婆婆主导儿媳妇怀孕生子全过程的现象形成鲜明对比。台湾社会更尊重女性的生育自主权和身体自决权。前不久，小芳顺利产下一名健康的女婴，取名云恒，云取自小芳的名字，代表大陆文化；恒取自阿明的名字，代表台湾文化。这个融合了两岸元素的名字，正如这个幸福的跨海家庭一样，见证了爱的力量。如今，小云恒已经3个月大了，白白胖胖，眼睛像阿明，鼻子像小芳，成了全家的开心果。看着女儿甜甜的笑容，小芳常常感叹，我从没想过自己能拥有这么完整的家庭和这么多的爱。从孤儿院女孩到幸福的妻子和母亲，这一路走来虽然艰辛，但每一步都是值得的。阿明则说，遇见小芳是我一生中最大的幸运，她教会了我坚强和感恩，让我明白了爱的真谛。婆婆更是骄傲地对邻居们说，我家的大陆媳妇比台湾媳妇还好，勤劳、孝顺、有才华，还给我生了这么可爱的外孙女。各位朋友，你们觉得台湾和大陆的婚恋文化哪些方面值得相互借鉴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分享。我是丽姐，我们下期再见。